宇宙，这个我们居住的浩渺无垠的空间，充满了未知和神秘。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知道的太空物质，如星星、行星和气体，是宇宙的主要构成。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宇宙的主要物质构成，竟然是我们看不见的暗物质 （dark matter）。在物理学中，所有带有暗即 dark 这个词的物质或现象，通常都是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那么，这种神秘的暗物质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发现的？为什么之前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趣事的频道。我是摩西。让我们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天文学界还对暗物质一无所知。但是，一位名叫 Vera Rubin 的女性天文学家，通过她的观测和研究，揭示了暗物质的存在。她经常说，宇宙对我们不够友好，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Ashley Jean Yeager 在其作品《明亮的星系：暗物质与其后》天文学家 Vera Rubin 的生平中，描述了 Rubin 在天文学界获得认可的曲折过程。Vera Rubin 出生于1928年，原名 Vera Florence Cooper， 她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她的家庭对她的教育和职业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小，她就对天空充满好奇心，并受到了父亲 Philip Cooper 的鼓励。他是一位电气工程师，经常与 Vera 讨论各种科学问题，激发了他对天文学的兴趣。Vera 在高中时期就展现出对天文学的浓厚兴趣，并决定将其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在高中毕业后进入了费城的 Swarthmore College， 主修天文学，并在1950年获得学士学位。在 Swarthmore 期间， Vera 遇到了 Robert Rubin， 他是一位物理学学生。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在 Vera 完成学业后结婚。他们共有4个孩子。Vera 和 Robert 的婚姻非常和谐， Robert 一直鼓励并支持 Vera 在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 Vera 仍然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她曾表示，尽管家庭和事业之间的平衡有时很困难，但她总是试图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她的孩子们也从小受到了科学的熏陶，他们经常与母亲讨论各种科学问题。尽管 Vera Rubin 在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她始终视家庭为生活中的核心。Vera Rubin 是那种不甘于让别人掌控命运的人，即使是他的导师也不行。他曾明确表示，他对他的博士研究项目识别太阳的光谱线不感兴趣，并四处寻找其他的研究方向，最终选择了研究遥远的星系。他长期坚持研究星系，最终将研究重心放在了星系内部恒星的运动上。星系中的恒星围绕其质心旋转，这通常是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Vera 可以通过测量恒星发出的光谱来测量这些恒星的旋转速度。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决定了星体速度的变化，随着距离星系中心的增加，速度应该逐渐减慢，因为发光物质的质量在减少。但没有人会对这样明显的事情感兴趣，因而也不会有人去研究和质疑这里面的细节。但是 Vera 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是那种不轻易接受假设的人，而另一方面，这个研究方向是一个冷门，没有太多人关注。Vera 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年复一年地安静地进行观测，而不受浮躁的学术界的搅扰。Vera 和他的团队对多个螺旋星系的边缘星体的旋转速度进行了测量。根据牛顿引力理论，星系的旋转速度应该随着距离中心的增加而减小。但 Vera 和他的团队发现，这些星体的旋转速度实际上与距离中心的距离几乎无关，这意味着这些星系中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质量，使得边缘星体的旋转速度增加。这些观察结果与现有的物理理论不符，因为按照目前对星系的认知，星系中的可见物质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引力效应，这导致了暗物质概念的提出。
暗物质是一种与光和其他形式的电磁辐射不发生相互作用的物质，它不会发射、吸收或反射任何形式的电磁辐射，如可见光、无线电波或 X 射线等，因此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暗物质的发现是天体物理学中最重要、最具有颠覆性的事件之一，对宇宙的结构和动力学的研究起到了关键作用。在 Vera Rubin 之前，也有人提出过隐藏形式的物质，例如 Fritz Zwicky 在1933年就曾观察了 Comet 星系团，他注意到发光物质的旋转速度远远大于有发光质量所对应的运动速度。他甚至在当时就将这种物质称为暗物质。Zwicky 的观察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他对团簇距离的估计，他极大地高估了质量的比例，虽然他的方法是可靠的。该研究领域的人也了解 Zwicky 的研究成果，但他的结果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除了 Zwicky 的光学观测，无线电领域的研究人员也通过射电望远镜的观测，得到过平坦旋转曲线的结果，这与 Vera 所得到的结果类似。Vera 的研究为暗物质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他数十年如一日的观测以及数据的积累，使人们不再能够提出质疑和反驳，嘲笑和否认也逐渐消失，而暗物质也从一个纯理论的概念变成了现代宇宙学研究的核心。但是，作为一位女性科学家，所面临的困难往往超出了科学本身。学术霸凌是常见的事情，他们往往被别人剥夺工作的成果和贡献，更不用说还要面对和忍受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了。Vera Rubin 的经历也不例外，曾有一个天文台以厕所只为男性开放为由，拒绝让他进入。Vera 的硕士论文导师 William Shaw 曾经希望代表他去报告结果被 Vera 断然拒绝，他就是那种直截了当而坚定的人。如果你要问是什么给予了 Vera 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念，以及甘于寂寞的研究，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对于未知宇宙的好奇，对于天文学的热爱和家庭温暖的庇护。感谢大家收看阿尔法科技频道，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请给我们点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